华晨宇少镜头，关晓彤少说话后，王牌对王牌收视为什么反而稳了？王牌对王牌这档综艺节目，伴随着第7季的开播，争议声从来就没有间断过。华晨宇消失，关晓彤禁言，新一期的节目中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变化。相比较从前的波折，如今反而越来越稳重，这代表了什么？我观看完前4集的王牌之后，一直都沉浸在从前的旧味当中。随着这2位流量明星镜头减少，反而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感觉。不得不说，这是节目组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，正在慢慢纠正一些错误。01，节目组误了。提到华晨宇这个名字，很多人都会感觉到熟悉又陌生。结合新1季的节目来看，作为没有成名做歌手的他，作为王牌对王牌的常驻 MC， 之前的节目可以说给足了镜头，甚至优先出镜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行为确实让人觉得反感，别人辛辛苦苦的筹备就这样被取而代之，换作是谁心中也不会太满意。就像是给外界一个信号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咖位，华晨宇等人才是重点核心人物。这样的情况下，诸多嘉宾的粉丝对此表示非常不满。这样强行出风头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。要知道，开门做生意，顾客都是上帝，哪里有服务员给客人挤得没地方坐的道理？粉丝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无需为华晨宇辩白。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，华晨宇作为一名知名度很高、含金量非常低的歌手，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大家的面前？去年的时候，因为未婚生子人设崩塌，与张碧晨2个人悄悄生下孩子，然后惊艳了众人。作为一名公众人物，做出这样的行为后，依然有不少人觉得这才是自己心中的偶像。即便是触碰了底线和原则，也可以原谅。而王牌就像是为华晨宇量身打造的一般，作为这档节目的亲儿子，众星捧月的架势让人难堪。要知道，互联网是一个有记忆的地方，无论走在哪里，曾经发生的事情都会被众人提及。王牌对王牌中，沈腾和贾玲2个人的存在，对于节目组来讲就是搞笑，而宋亚轩和关晓彤这2位流量明星则是吸粉，只有华晨宇一事无成。音乐领域没有过多的造诣，作为歌手没有任何的代表作，架不住自身的流量人气高，众人力捧，将他塑造成为了完美偶像。但是华晨宇真的完美吗？是否达到了那个点？在我的心中，华晨宇不算是一个优质偶像。作为该节目投资方的代言人，华晨宇凭借这层关系得到了额外的关照。但是这种厚爱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？德不配位的人架在这样一个高度，反而成为了讽刺。新一集的节目中，华晨宇最擅长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镜头，也许是节目组接纳了粉丝的建议，整场下来收敛了不少。微妙的变化让不少人觉得心中畅意。与此同时，关晓彤似乎也被禁言了。02，王牌对王牌找回了自我。加入到王牌对王牌之后，关晓彤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采。如果说沈腾和贾玲2个人是负责搞笑，那么华晨宇和关晓彤则是文艺配合的输出，一个负责跳舞，一个负责唱歌，2个人配合的非常默契。通过以往的节目比较，可以感受到这个宝藏女孩的风采。曾经校园青春的主题中，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关晓彤的学霸属性。数学题中，关晓彤的方程式没有赢了包贝尔的抬腿算法，但是熟悉的方程式拉满了不少人的回忆。就是这样一个学霸，在新1季节目开播的时候偷瞄题词器，直接让人射崩他。我不禁好奇，作为一名主持人，最基本的底线和原则是什么？昔日的他凭借超强记忆力惊艳众人，展现出了不少名场面。在偷瞄题词器翻车着实让我觉得很意外。作为家族中的舞蹈担当，
无论出现在哪里，关晓彤都是圈粉达人。但是很多观众都忽略了，嘉宾才是节目中的核心，并非是这些常驻的 MC。新一集的节目中，关晓彤和华晨宇这两位的存在感，节目中正在慢慢的减少。给我的感觉是节目组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要知道主人的风头盖过了客人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观众能不觉得反感吗？虽然节目的环节非常精彩，但是每个人应该精准地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谭松韵的舞蹈为什么遭到了压缩？节目组的心里没点数。任何事情都不应该看人下菜碟，而是遵从章程去办这件事情。这一集的节目中，嘉宾的笑点十足，岳云鹏等诸多当红大咖的到来，观众们心中期待万分，节目组也是非常识趣。常驻嘉宾中的 MC 与其他咖搭配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色彩，镜头也给足了每一位嘉宾。但是在观看节目的时候，我一直都在想，沈腾和贾玲两个人就这样将事业的重心都放在了综艺节目中吗？什么时候才会有新的作品呈现？敬业精神应该联想到综艺，还是喜剧这门艺术本身呢？但是结合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华晨宇和关晓彤的镜头减少后，节目呈现出了不一样的趋势。相比较从前的争议，反而口碑回温，回升到了最初的样子。从前的配方，从前的配菜，不一样的调味递增，王牌对王牌找回了自我。03结语，细节决定了成败，这句真理无论放在什么地方都非常的实用。回想王牌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，真正吊足观众胃口的，从来都不是花里胡哨的噱头，而是嘉宾细节呈现出接地气的一面。这一次细微的改变，粉丝都看在眼里，孰轻孰重，节目组想必也有了答案。对此，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呢？